已经放软脚了，踢到韧带了。注意！伊朗拳王惨被中国小伙两腿踢成瘸子，一瘸一拐走到了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坐了下来。医护人员急忙上台为其救治被踢断的大腿。来自伊朗的拳王叫博多利，千万别小瞧他，他是伊朗拳坛百年难一遇的搏击奇才，曾一晚在中国斩杀3位搏击名将，至此在中国一战成名。什么世界冠军、世界第一，博多利都没有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选手放在眼里。于是便在中国媒体面前大放厥词，声称中国拳坛没有一个能打的，全部都是小菜鸟。刚刚打完比赛的中国勇士柳雷站了出来，他可是中国打泰拳最好的选手，硬朗的打法加上智慧的头脑，让柳雷成为了中国70公斤级最强王者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柳雷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博多利是以拳法闻名于拳坛，他那要人命的拳头十分锋利，就像是开了刃的利剑一般。反观柳雷并没有什么耀眼的招式与动作，全凭一身英雄胆纵横拳弹数十载，在华连胜不败的博多利最看不起的就是中国人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赛前也是非常看不起他的对手柳雷，看来柳雷不好好给这家伙上一课，博多利是真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。但是对赛德来说呢，这2下子似乎增添了一点信心，但是在体能上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中国这个2岁的小伙子。比赛鹿死谁手，现在还为时过早。柳雷在主场的这个作战的欢呼声当中啊，观众的这个支持当中，看能不能发挥得更加出色一些。小心，此战是在国外举办的纯泰拳赛事，相当之危险，不仅可以使用拳脚膝，还可以使用肘。2人都在实施打完就后撤的战术，这样的话不仅可以保证有足够的体能来实施后续动作，而且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。打着打着，2人就搂在了一起。避一下啊，不要跟他正面对决。也是像伊朗的选手啊，荷兰的选手，这个都是打重拳都是高手，而学泰拳以后，一个肘中了，中了，给他们如虎添翼。那就目前看起来，柳雷抗击打能力蛮够的，挨了这几下重拳重肘，但是都没有感觉啊。赛德的连续攻击反击能力超强啊！一旦柳雷第一波攻，柳雷的移动步伐没有停止过，一直都在猛压博多利那围坐动作。然而博多利的搂抱非常严谨，并没有让裁判看出来有任何猫腻。重新回到对峙的柳雷再次对博多利发起了猛攻，全程都在实施主动进攻，甚至连防守反击的都没有任何实施的迹象，内心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把博多利 KO 掉。小心吃亏啊！一个带摔啊，自己先摔倒以后一个扑，把对方也带走。柳雷一定要小心啊，绝对不能给对方再出拳再出手连续攻击的机会了。好，柳雷也尝试用组合拳。对，那柳雷为什么到目前还没有倒？因为他下巴收得很紧，他都是用额头去顶到对方的拳。没有合适进攻机会的柳雷便会用腿法来干扰博多利，然而博多利可不甘愿被一直这么压制，时不时会对柳雷发起一波突击。不过这些动作并不会影响柳雷实施主动出击。面对博多利所实施的拳法进攻，柳雷依然会用重拳重腿回击过去。他把整个重心都压在前腿。现在柳雷不能够先用脚法移动一下吗？先避开他的风头。他不避啊，跑一跑啊。可能他们的空人，他们的教练叫他不能退啊，要跟对方拼，勇往直前。可能是教练下来只是注意，面部中太多拳了，又被绕到背后，这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又走。你看看，在这个回合里面，这个伊朗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柳雷的进攻依然在继续，全程的主动出击让博多利有点不舒服，找到机会就进行搂抱，以此来干扰柳雷的比赛节奏。然而柳雷的进攻节奏依然很强势，即便博多利实施了强制搂抱，那也无法阻止柳雷对博多利发起猛打猛冲。其实在柳雷出拳的时候，不用太急着往前，不用太急着往前，没有扫中。因为对手是不会跑的，所以你不用往前去，你往前距离就没了。你的距离没了嘛。这后手拳没打中啊。对，你要在原地打。好，现在柳雷明显在用拳的方式来在第2回合当中表现出自己战斗意志。如果遇到很会跑的，你就要往前追；遇到不会跑的，你在原地。柳雷的猛打猛冲并没有让博多利感到畏惧。别看博多利所实施的进攻比较稀碎，但其中掺杂着砸肘和肘击这些十分危险的动作，柳雷稍有不慎就会被博多利当场打昏迷。然而柳雷依然会顶着博多利的进攻发起猛攻，不管博多利跑到哪里，柳雷都会紧跟其后给博多利施加压制力。
对啊，这个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。刚才台下就是伊朗的教练，他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发现中国这个选手柳雷，他不像任何他遇到这个泰国选手一样，也打不倒。你打不倒，还是有办法的啊。在第2回合的前半部分，我们来看到柳雷的拳击方式还占了一定的优势，对，化解了对方的攻击。现在一定要咬牙挺住。现在赛德呢要低扫的方式，又想放倒这个柳雷。好，柳雷的打法比较全面，拳脚进攻一并使用。然而博多利则是以拳法为中心，腿法为辅，以肘击为致命进攻招式。反观柳雷的前手打得一直都很不错，直接果断放弃了防守反击，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起，对博多利实施强势的主动出击，发到一点点防反，但是没有完全命中。是的，我们开始说了，赛德29岁，他的体能比起20岁小伙来说，肯定他还会吃亏，所以最后的胜负还是难料，我们还有时间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柳雷的节奏要加快，要控制住，对，要再加快，然后要移动，让对手去追，浪费一点体能。前手的进攻，这样引诱对手呢打空。每一次出拳呢打到无效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化解对方。长时间的猛打猛冲让柳雷的体能损耗有点严重，不过柳雷的进攻依然在继续，看来是不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来判定。然而博多利的打法也是非常有组织性，毕竟在中国打了那么多场比赛，击败了很多中国选手，对中国选手的基础打法还是颇有了解的。反观柳雷可不管了那么多，依然选择逼近博多利内围做动作，后拳又没打着。那现在从第2回合开始到第3回合，赛德的他的拳会比较没有力度了，反而制服了这个赛德的前攻。但是他的直的肘要小心，他会滑进你的报价里面。这一肘打的又是打中了，很痛苦。对，这样的肘这样的肘打到了，不是鼻子断掉就是牙齿。今年啊，在泰国拳场上，他第3回合开始了，博多利就像是一个坦克一样，往那一杵一动不动。面对柳雷所发起的主动进攻，博多利依然能灵活应对。反观柳雷依然是拳脚并用，对博多利发起进攻。多次挨揍的博多利有点恼怒，果断把柳雷扔了出去。被对手反摔啊！对方像个坐地炮一样，没办法，对方力量大，身体重心太棒了，对，带不倒他。这个时候场下的教练不断的告诉刘雷，接下来该怎么打，坚持自己的战术，一定要持之以恒。还是用拳，被防守反击了。小心！小心！博多利所实施的重拳实在是太狠了，幸亏柳雷的躲闪能力还算可以，不然就让博多利这家伙的诡计得逞了。柳雷的体能消耗的越来越快，不过柳雷的防守反击依然是处于放弃状态，把精力全部放在主动进攻上面，精准的拳法和犀利的腿法，打得博多利的精神有点略微崩溃。缓慢了，说明体能在下降。这个时候，中国选手柳雷要发挥体能优势了。为什么会慢？为什么会对方用手臂的力量用太多了？到第3回合就没有力气了啊！应该多用脚跟大腿来带动他的拳头。柳雷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打拳！既然用打拳，就要扑上去。柳雷啊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歇口气啊！一旦让这个29岁的赛德缓过神来，他扑上去就会用肘和膝。体能即将告急的柳雷被迫减少了进攻，于是博多利抓住这个漏洞就可以猛攻柳雷。虽然有挨到重击，但柳雷的抗击打能力很强，并不会因为一记重拳而被放倒。时间不够，这个扫的不错，对方失重。趁对手软脚软，被踢伤的博多利倒了下去，裁判上前暂停了比赛。受伤了，看见没有？机会就在这一下子，是看什么伤？还是出现在身体体能上的。没有受伤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看年轻20岁的柳雷，被读秒的博多利坚强地站了起来。毕竟博多利比柳雷大了20岁，胳膊腿已经算是老胳膊老腿了，根本经不起柳雷长时间的敲打。对，是左腿右小腿出现了痉挛，但是他还在咬牙坚持。赛德还在坚持，他的右腿几乎无法发挥作用了。这个时候，柳雷还在攻击他的腿部。对，柳雷继续攻击。柳雷想在这个几秒钟之内结束战斗吗？博多利的大腿已经严重受损，即便柳雷命中了博多利受伤的大腿，那么博多利依然会发起主动进攻。受伤前的博多利和受伤后的博多利判若两人，就跟发了疯的狼狗一般，紧盯柳雷进行撕咬。好的，打击他的面门啊！这个腿根本没法撑了吧？柳雷这个时候要注意，赛德的腿已经不能够发挥任何效力了。哇，赛德非常的顽强。
坚持的赛德，对，哎，勇猛的比赛终于结束了，博多利也得到了休息。不得不说，柳雷确实很勇猛。3回合9分钟的比赛，柳雷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并且放弃了防守反击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一起对博多利发起猛攻。最终博多利顶不住倒了下去，大腿还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柳雷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